大家好，欢迎来到时事聚焦，我是美玲。最近这段时间，中共政局可以说是每天都在上演宫斗大戏，变化之诡异呢，简直是让人看不懂。有些重要的事件明明已经是被媒体给曝光出来了，可是呢，官方的报道呢却是迟迟都没有跟上，甚至呢干脆装作啥都没发生。而更加让人震惊的是，知情人士透露，习近平竟然在会议上被发难，甚至呢还低声下气的求情。我们先来说说之前备受关注的一个人事的变动，中央统战部部长石泰峰和宗主部部长李干杰的职务对调。这种级别的对调呢，其实是非常的罕见的，但是官媒呢直到最近才承认这件事。而更加诡异的是，这么大的动静竟然没有在3月31号召开的政治会议上提到。但据说呢，这场会议才是真正的重头戏。时事评论人李大宇在其自媒体节目中爆料说，他朋友透露了来自于体制内权威人士的消息。大家请听好了，在当天下午的会议上呢，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居然联手一些政治局委员，公开的向习近平发难。他们质问习，你提拔的那些人全是带病上岗，有违纪违法问题，为什么还能升官？据说呢，习当场就开始甩锅，直接把责任推给了李干杰。李干杰也当场做了自我批评，但是很明显，他没有敢提一句习近平的这3个字。在会议结束以后呢，张又侠又派了2个警卫陪李干杰一起回到组织部办公室。随后呢，他们又紧急开了一个小会，决定立刻更换组织部长人选。最后选的是谁？就是原来的统战部长石泰峰。不过呢，为了维持所谓的体面，没有直接把李干杰撤职，而是让他与石泰峰互换了职位。据说呢，习近平还私下向张又侠求情，希望他可以高抬贵手。而这位权威人士还透露呢，其实早在去年的3中全会以后，习近平的大权就已经开始旁落。他后来试图反扑，但是并没有成功，反倒是反习势力趁机出手，倾起了他一大批亲信。李大宇还提到，早在3月21号，这位朋友就预告了李干杰会被边缘化，还说习近平背后其实是被3个大人物所操控着。那这3个人呢，不但主导大局，还推动了集体领导制，要求很多部门设立领导小组或是委员会，而真正有实权的是这些小组里那几个核心的人物。也就是说，习近平亲信可能还坐在那儿，但是已经没有实际的话语权了。那您听到这儿，是不是觉得剧情够劲爆了呢？可是呀，这还没完呢。张又侠从习家军的核心呢，硬生生的被逼到了对立面。现在据说已经联合政治老人、红二代对习近平展开反清洗。不少观察家还认为，习近平可能会在4中全会被迫下台。那美玲想说呀，大家看到现在这一连串的变动，表面上看好像是中共高层的正常的人事调整，但是呢，其实背后藏着惊天暗涌。从张又侠公开发难，到李干杰被架空，再到习近平亲自低声下气的求情，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内斗了，而是整个体制在分裂。请您看，一个政权如果连最基本的官位安排都要用这种对调的方式来维持体面，这代表着什么呢？代表他们早就没办法明刀暗枪的处理分歧了，得靠这种折中的遮遮掩掩的方式来摆平内部的矛盾。这其实呢，就是中共已经进入了淬炼期的体现。而且说实话呢，张又侠这次站出来，背后一定不是他一个人的意志。中共金钱向来被视为政权的生命线，能逼军方公开表态，说明中共内部的反习联盟实力已经是不容小觑了。更不用说这几个大人物现在要推行集体领导，这不就是赤裸裸的要把习近平给拉下来吗？而外部的环境方面呢，也正在加剧习近平的压力。美国这边态度越来越强硬，特别是川普的第2任期之后呢，直接一记关税大棒狠狠砸向中共，搞得本来就岌岌可危的中共经济呢更加的不堪一击。再加上美国对中共军力的防备也在全面升级。美国太空军司令查尔斯·索兹曼在4月3号警告说，中共在太空领域的扩张野心已经构成了极大威胁。他说，如果未来中美发生冲突，美国必须确保自己的卫星系统不会成为第一波被攻击的目标。所以呢，美军现在已经加快部署太空防御与反制能力。
他强调说，现在就得下重本投资，不能等到开战再后悔。因此呢，外部的压力也正好踩在中共的命门上。美国不光是关税砸下去，还从太空、海军全面卡脖子。过去中共靠威胁、靠金钱来搞渗透，现在呢，这一套越来越不好使。外有围堵，内有反水，这样的政权不崩溃才怪呢。美林认为，接下来几个月将是关键的时刻，尤其是4中全会，如果习保不住位子，那么中共高层将会出现全面的洗牌。但是呢，不管他们怎么洗，这个体制的邪恶本质都永远都不会改变的，该垮的迟早都要垮的。那美林接着还要说，除了中共内部正在火拼斗狠，最近连老天爷也坐不住了。就在4月3号的晚上，上海、江苏、浙江3地的天空同时划过一颗巨大的火流星。你说巧不巧？这种罕见的天象偏偏选在这个节骨眼上出现，而且呢，地点还是在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政治与经济的敏感区域。那很多市民呢，当场亲眼目睹一颗闪着蓝绿光芒的火球拖着长长的尾巴从天而降，就像是电影里的特效一样震撼。有人说，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流星飞得特别低，就在头顶划过。那还有人说呢，这是不是有什么不祥的征兆呢？其实呢，大家这么想一点都不奇怪，是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对天象的观察就是极为重视的。老祖宗呢早就知道，天垂象见吉凶，天有异象，人间就要有大事的变动了。那说到这儿呢，我们也不得不提一下历史上那些天降流星之后的接连发生的重大的事件。1976年，接连那场震撼世界的流星雨，当时毛泽东吓得发抖，还亲口说天上掉下大石头就是要死人。结果呢，那一年毛泽东、周恩来、朱德3大巨头接连死去，还爆发了唐山大地震，死了好几十万人。再后来1997年2月，山东菏泽再度出现陨石雨，4天以后邓小平去世。那么再近一点的2022年，李克强突然间死亡前，中国多地也目击了火流星。这些事件呢，看似是无关，其实都是天意在示警。那么这次巨型火流星是在预告谁的终局呢？而恰恰就在这段时间，习近平权力正在迅速瓦解，内部传出他已经被架空，军权也已经转移。据消息人士透露，目前真正掌控局势的是中共的3个老人与张又侠等军中的实力派。习近平现在只剩下个空壳总书记的名头，行走在悬崖边上。而且大家还记得英国灵媒帕克吗？他曾经准确预言川普当选，英国脱欧，连后来的俄乌战争都说中了。这位灵媒呢，早在几年前就曾经预言2025年中国将发生巨变，不但中共会内乱，习近平还会退位，甚至可能是因为身体出现状况或者遭遇暗杀。他说，中共统治即将走向终结。而这个崩盘是从习近平身上开始的。而更为巧合的是，习近平是属于属蛇的，而2025年又正好是他的本命年，犯太岁。古人说，太岁当头坐，无喜必有祸。本命年往往是大凶之年。更令人不寒而栗的是，唐朝高僧黄檗法师早就留下预言，蛇始蛇终。这句话呢，字面简单，却道尽了天意。中共政权从毛泽东这个属蛇的开始，也将从另一个属蛇的领导人习近平手中终结。那么更为讽刺的是，中共一直标榜无神论，把中国5000年的传统文化、宗教信仰砸得稀巴烂，却逼迫中国人民相信从苏联引进的马列主义、拜黄头发、蓝眼睛的马克思当祖宗，甚至连死了都要去见马克思。现在天象一次次的示警，上天一次次的给机会，他还要逆天行道，迫害善良，你说老天还会让他好过吗？美林常说，中共的末日不是会不会来，而是什么时候来。现在您看，经济崩溃了，产业链搬走了，外资撤退了，年轻人躺平了，失业遍地，房地产暴雷，金融系统风声鹤唳，老百姓怨声载道。
中共最怕的不是外敌，而是人民的觉醒。他能压几个月，压得了1年，难道能压10年、20年吗？他自己都知道撑不了那么久。这次火流星事件只不过是上天再一次发出的一次警告：恶党必亡，恶手难逃。而我们这些看清真相的人要做的，就是趁着还有一些时间，把更多的人唤醒，把真相传出去。因为真正的巨变很可能就在眼前。观众朋友们，这场即将登场的历史大戏，可能会比你我想象的要更为震撼，更为剧烈。而我们能做的，就是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为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点赞、订阅、留言，告诉我们你的看法。我是美玲，我们下期再见。